第249章休整。望着那满脸欣喜蹦过来的女子，月袍女人轻笑了笑，笑容矜持而案情高贵，极不使人觉得冷漠，又有着一种令人点到即止的疏离。不管如何，3年岁月让得当初的青涩少女成熟了许多。大厅内的众人眼角余光扫过月袍女人美丽脸颊上浮现的许些笑容，皆是不由有些感到目眩神迷。在月袍女人进来之后，一名同样袍服的老者也是笑眯眯地走了进来。他站在月袍女人身后，老眼开合间偶尔金光闪掠，身在袖袍之外的干枯手掌也是没有节奏地微微扭动着，犹如那尖锐的鹰爪一般。与月袍女子打过招呼之后，玲玲又是对着其后的那位老者甜甜笑道：“隔夜老先生。”“呵呵，几年不见，玲玲丫头倒是越来越漂亮了。”被称为隔夜的老者笑盈盈地点了点头，俏脸上浮现一抹绯红。名为玲玲的红衣女子亲昵地拉着月袍女人那白皙如温玉般的纤手，惊喜地笑道：“纳兰姐姐，没想到你竟然会亲自下云岚山，若是父亲他们知道，一定会很高兴的。奉老师的吩咐而已，而且我也正好这段时间要回家一趟，所以便是顺便过来了。”月袍女人声音柔和的道，明眸流转间在大厅中扫视了一遍，玩笑道：“看先前玲玲妹妹那委屈的模样，难道是被人欺负了？”被月袍女人提起这问题，玲玲俏脸上浮现一抹讪笑。她虽然为人娇蛮，不过也不是笨蛋。先前从救她的那位长辈对待萧炎的举止来看，她心中便是知道，这个年龄看似比自己小上一点的少年绝对不能轻易招惹，因此她也并未将详情说出来，免得横生些不必要的枝折。没什么，遇见一个有趣的人而已。玲玲摆了摆手，眼角余光却是不由自主地瞟向一旁那化为液体的岩石雕塑，俏脸上又是忍不住的微微苍白了一点。那模样看起来颇为清秀的少年下起手来，没想到竟然是没有半点的怜香惜玉。3年的磨练，月袍女子明显已经不是当初那凭着一腔不甘便敢跑到别人家喊退婚的青涩丫头，因此玲玲脸颊上的变化也并未逃过她的察觉，目光顺着一旁划过去，最后停留在了那依稀还散发着许些热气的岩石液体，略微一愣，旋即美丽动人的脸颊上便是浮现一抹凝重，微微偏过头来与一旁的葛叶对视了一眼，两人皆是从对方眼中瞧出了一抹惊异，是个精通火属性斗气的强者。对视间，两人心中都是飞速地闪过一道念头，然后脸庞上的惊异迅速收敛。玲玲脸颊上的苍白仅仅是瞬间便是消散了下去，扭过头来望着那群本来一直簇拥着自己身旁想要得到自己好感的年轻人，此时却满脸垂涎地望着身后的月袍女人，其中一位定力稍差的更是脸庞涨红，满眼的炽热。望着这些人那丢脸的表情，玲玲眉头微蹙，心中暗自嘀咕道：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你们家的那点势力跟人家比起来不过是脚下的一块碎石而已。摇了摇头，玲玲没有再理会这些年轻的直垮子弟，对着月袍女人笑道：纳兰姐姐，今日天色已快暗了，不如就在这里歇息一夜可好？这里可专门设有招待姐姐这种身份的房间哦。麻烦玲玲妹妹了。月袍女人笑着点了点头，目光再次扫过那堆岩石液体，若有深意的微笑道：下山前老师就与我说过，斗气大陆无比辽阔，奇人异事数不胜数，没想到如今方才出来不久，便是让我大开了眼界。闻言，玲玲讪讪笑了笑，也不说话，在前面闷头引路，将月袍女人与老者引上了楼梯。望着那消失在楼梯尽头的几人，大厅之内窃窃私语更是犹如苍蝇一般响了起来。啧，没想到啊，竟然连云岚宗宗主的亲传弟子这一次都是亲自来给墨城祝寿，这墨家可是长面子了。是啊，年轻轻轻便是生的这般绝代风华，而且以我的实力竟然还看不透他的底，不愧是云岚宗主的亲传弟子啊。嘿嘿，好漂亮的人儿，谁若是娶到了她，那可真是捡到了天大的便宜。未来的云岚宗宗主，纳兰家族中公主，这两方势力加起来，在这加玛帝国还有谁能匹敌？我上次偶然间似乎听说，那乌坦城的萧家三少爷便是他的未婚夫吧？
你那是什么时候的消息了？早在3年前，人家纳兰小姐便是气势汹汹地冲至萧家，强行让的萧家家主将婚约解了去。啊，那萧家不是脸面被丢尽了？丢了又能如何？他萧家能和纳兰家族、云岚宗相抗衡吗？吃了这么大的苦，也只得自己往肚子里咽了。况且当初那萧家三少爷可是个名声响亮的废物，怎么可能和天赋卓绝的纳兰小姐相配？切，狗屁都不知道，却到处乱放阙词。一名坐于角落中的男子不屑地对着那正大声说话的两人撇了撇嘴，瞧得他们怒目瞪来，这才懒洋洋地道：纳兰小姐3年前的确去萧家解除婚约，不过她却并未拿到解除婚约的契约，反而是拿到了一纸休书。没错，那位萧炎少爷直接把他这位身份简直可以和帝国公主相比的未婚妻给休了。休了！这话一出，满厅呆滞，所有人都是愕然地张着嘴。谁能相信一位当初仅仅是一个废物的少爷，竟然敢将这位身份地位极其高贵的未婚妻给主动休了？我靠，这家伙太牛逼了！大厅内虽然大多人都是不怎么相信这话的真实性，不过依然是有着少数的一些人满脸震撼的喃喃道：能够将一位不仅身份如此高贵，而且容貌还如此出众的未婚妻给休掉，那还真是需要一些魄力。至少在座的很多人在审量了一下自身之后，发现自己绝没有那份魄力便是。站在门口，萧炎目送着那位墨家的中年人离开后，这才缓缓地将房门关闭，转过身来，保持着淡漠的脸庞上终于是露出一抹疲倦，揉了揉有点发黑的眼圈，对着海波东无奈地摊了摊手。我敢说，那家伙回去后第一件事便是调查我们的底细。海波东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对着萧炎道：萧炎微微点了点头，笑道：不过随他去吧，他墨家还没那么大的本事将我们底细调查出来，我们现在还是将状态调整好，这几天的赶路实在是让得我快要到达极限了。调整了状态后，明天进入墨家寻找青灵。萧炎伸了个懒腰，对着房间之内行去，边走边道。望着萧炎的背影，海波东点了点头，也是起身对着另外一处房间走去。这几日的赶路同样是让得他精神上有些疲惫。行进屋后，萧炎睁了睁有些沉甸甸的眼皮，强忍着想要一头睡下去的冲动，手指轻抚着那戒，一道青芒缓缓升腾而起，最后化为青莲座悬浮在半空之上。脚尖在地面轻点，萧炎稳稳地坐上青莲座，那从皮肤接触处传进来的一缕缕温热能量，将隐藏在萧炎身体内部的疲惫缓缓地驱除而出。长长的吸了一口清爽的气息，萧炎伸出手掌，一缕青色火焰指尖略微有些生涩地窜动着。半晌后，他微微摇了摇头，无奈地低声道：这东西能量虽然恐怖，不过却并非想象中那么好操控啊。在掌心中锻炼了一会对清火的操纵性之后，萧炎这才缓缓闭目，开始进入修炼状态。随着萧炎进入修炼状态，周围天地能量微微波动，随即一缕缕肉眼可见的能量汇聚成一条条斑驳的能量带，这种吸收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前。显然功法进化后给萧炎带来的好处已经开始逐渐地显露出来。略微有些斑驳的能量飞速地穿过青莲光照的封锁，在经过初步的净化之后灌注进了萧炎的身体之内。体内覆盖着点点青色光芒的能量沿着经脉飞速地流淌着，经脉壁犹如细胞一般微微蠕动着，而在经脉的蠕动间，斑驳的能量正在迅速变得精纯，许多杂质能量都被经脉壁吸收吞噬，最后借助着皮肤毛孔悄悄地排出体内。当能量沿着繁琐的经脉完成一圈循环之后，斑驳的能量精纯度已经颇高。此时在经过青莲地心火的煅烧，顿时一股股庞大的能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着，半晌之后能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滴闪烁着异样光芒的青色液体缓缓地滴落进了气旋之中。在萧炎进入忘我的修炼状态之时，房间之外的走廊上，玲玲领着那位娇贵美丽的月袍女人刚好是停在了他们这所房间的对面，然后开门徐徐走近。